在四川成都有一种河边大街小巷的美食，对，没错，就是它冒烤鸭。据说但凡只要您是一枚吃货，那么吃上一次过后，就还想再来一次。哦，不对，是根本就停不下来。那么接下来就将那些好吃的秘诀跟饭店老板不愿意透露的配方为您一一分享。那么首先第一步是制作一款核心的冒菜底料。首先制作18辣椒，在锅里面加入贵州2荆条35克用于增香，再加入色泽红润的子弹头辣椒20克用于增色。用大火烧开过后，持续煮大概20分钟，将辣椒充分煮至发胀，然后捞出将其多水多洗。这一步尽量多洗一点，那么辣椒出香跟出色的效果会更好。剁好过后，那么粘性十足的18辣椒制作完成，然后再准备一组香料配方用于熬制红油，然后加入没过香料的开水，盖上盖子密封泡发10分钟，由此让香料吸出水分，防止下一步被快速炸糊。浸泡好了过后，透洗掉泥沙跟灰尘，备用。下一步再来准备青红花椒各80克，两种花椒搭配，那么可以说是麻香俱全。重点来了，然后加入没过花椒的温水，而不是开水，这样能够防止极易挥发的香茅味挥发。同样浸泡个10分钟，让花椒吸收水分，透洗干净过后装碗备用。然后在锅里面加入牛油5斤，牛油是底料的核心香味，再加入羊油50克用于增加复合性香味，用量一定不能太大，不能明显感觉到羊油的腥膻味。加入鸡油1斤用于增香，猪油1斤能够有效的压制住香料当中的药味。酱油融化过后，再加入少许的葱、姜、香菜等洋葱丝，再跟小火慢炸，充分的炸出料头香味，这样能够有效的去除4种油的油腥味，并且能够起到解腻、增香的作用。将料炸至金黄焦香过后，过滤捞出。那么首先加入红油豆瓣酱1斤，如果采用陈年豆瓣酱，那么香味跟色泽会更好。然后改中火进行翻炒，炒出豆瓣酱的多余水分，并且炒出酱香跟酱色。将豆瓣酱充分炒散，并且表皮开始微微打卷，再加入准备好的18辣椒，然后转小火进行翻炒，并且要不停地缠中锅底，以免粘锅糊底。充分炒出两种辣椒的香味、色泽，让两种辣椒的香味跟色泽重叠融合。将18辣椒炒至出香跟出色过后，加入泡发好的香料、泡发好的花椒、黑豆豆豉50克，用于增加齿香。持续的小火慢熬，这一步骤大概需要用1个到1个半小时来完成，并且要不停地缠中锅底，让所有材料充分的均匀的受热。所以此步骤一定要做到人不离锅，锅不离人，做到锅在人在。所以此步骤也是极其考验制作者的耐心跟耐力。等所有材料充分出香、出色、合度为一，并且料渣颜色开始微微变深、变焦的时候，然后加入醪糟1两，这样就能够起到降温，同时激发出来的醪糟香味有助于提升整体香味。充分的熬制出醪糟的多余水分，再加入冰糖1两，将冰糖熬至融化，这样能够有效的改善底料在熬制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微微苦味。将冰糖熬至融化过后，即可关火，用无水干净的容器将底料进行储存。理论上讲，储存半年都没有任何问题。再盖盖密封，将香味彻底的焖到油里面去，同时底料浸湿发酵2天过后食用，那么香味跟色泽都会更好。底料做好过后，再来制作一款奇香无比的飘香红油。首先准备贵州2荆条100克，贵州灯笼椒100克，陕西青椒100克。那么此3种辣椒主要用于增香，再加入子弹头辣椒100克用于增色，贵州朝天椒50克用于增辣。那么5种辣椒组合将是一组具有超强增香、色香辣俱全。接着将辣椒剪成辣椒节，辣椒粒则要去除，这样便于辣椒翻炒，受热的更加均匀，且快速蒸发辣椒当中的水分，更快的炒至焦脆。然后在锅里面加入少许菜籽油润锅，让铁锅变得丝滑无比。再倒入准备好的所有辣椒进行翻炒，这里一定是采用小火，这能够防止辣椒被快速烧糊。将辣椒炒至开始冒烟，准备变糊的时候迅速关火，防止持续加持将辣椒烧糊。充分利用铁锅余温来看走辣椒的多余水分，这样就能够做到炒制出来的辣椒焦脆但不糊。等铁锅余温完全退去过后，再次开火进行翻炒，如此反复，在这个漫长炒制过程当中还能够挥发掉辣椒的过重造型，起到降噪。这也是为什么川渝人吃辣如命，但却能够做到吃了过后不容易上火的核心秘诀。直至将辣椒炒至焦脆，并且辣椒表皮开始呈褐色，这个时候辣椒就会产生一股独特的让川渝人都能够懂的辣椒糊香。然后将炒好的1半辣椒倒入四季汤中，捣成粗辣椒粉，再将剩余的1半辣椒倒入四季汤中，捣成细辣椒粉。那么2种粗细辣椒粉的搭配，能够让辣椒的香味、色泽、层彻底的被激发、逼出。再取出总量1/5的辣椒粉用于分次加入，剩余的辣椒粉倒入30克的高度白酒拌匀，
这样既能够防止辣椒被烧糊，同时酒精香味有助于提升辣椒的整体香味。接着在锅里面加入菜籽油4斤，用于增香；色辣油1斤，用于提升油的光泽度跟亮度。再倒入少许葱、姜、香菜段、洋葱丝，再倒入泡发过的几种香料，用于辅助增香。开小火慢炸，炸出料头跟香料的香味，让香味充分彻底的融入到油料当中，给油起到极力增香的作用。香料炸至金黄焦香，过滤捞出。接着将油温升至60%热过后关火，进行第一次淋油。第一次淋入锅里面1/3的油脂，将辣椒充分浸湿即可。拌匀，让辣椒充分均匀的受热。然后等油温退至160度过后，淋入锅里面所有的油脂。前2次高油温大概能够激发出辣椒80%以上的香味跟色泽。第2次淋油过后，再加入取出的1/5辣椒粉，这样就能够弥补前2次高油温所损伤的辣椒香味跟色泽。然后等油温退至140度过后，淋入锅里面所有的油脂，分高中低3次淋油，能够真正彻底的激发出辣椒的所有香味跟色泽。接着盖上盖子，趁着余温将香味彻底的焖到油里面去。将辣椒静置1天过后食用，香味跟色泽更佳。静置1天过后，过滤掉辣椒残渣，以免辣椒残渣影响口感。再倒入少许的熟白芝麻，使其香上加香，那么一款色泽红润、浓香四溢的飘香红油制作完成。然后开始熬制冒菜的核心汤底，准备带骨髓的牛大骨1根，新鲜的老母鸡半只，开膛鲫鱼2条，新鲜猪皮1斤。那么这组食材就包含了高汤所需的鲜、香以及浓厚的胶质。然后将牛大骨、猪皮、老母鸡下锅进行焯水，加入去腥三宝葱、姜跟少许的高度白酒，用大火烧开过后打掉3层糊沫，再持续烧烫至完全煮不出血沫、水煮为止。然后捞出放入温水当中，彻底清洗掉附着在上面的糊沫跟残渣。彻底处理干净的食材是保证汤色跟汤质的核心关键。然后在铁锅当中加入少许猪油润锅，油热过后加入准备好的鲫鱼进行煎制，用鱼不动锅动的手法将鲫鱼煎至通体金黄。再捞出放入纱布当中包裹起来，这样能够防止鱼刺满锅乱窜。下一步再来准备一组香料，用于熬制高汤。加入没过香料的开水，盖上盖子泡发个10分钟，由此来稀释香料当中的微微苦涩味。然后用清水透洗掉泥沙跟灰尘，装入纱布袋当中，加入拍破的老姜几块。那么这组材料主要的作用是去除高汤食材谨慎的腥异味，同时又起到扶正食材原香的作用。然后在汤桶当中调入清水40斤，最终取汤的量大概为20斤左右。记住，一定是烧开过后再加入高汤食材，这样能够让食材充分的产生乳化弹性。还有配好的料包，接着用大火烧开过后，持续加持半个小时，将食材的肉质跟果汁煮至松软跟松弛。时间到了过后，再转中火持续加持半个小时，让高汤达到一定的浓度。时间到了过后，再转小火炖煮个3-5个小时，以充分压榨出食材鲜香，分大中小3种火候进行熬制，能够层层彻底的逼出食材鲜香，由此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时间到了过后，汤香味浓，再打捞掉大条残渣，那么一桶汤色奶白、鲜香、胶质浓厚的冒烤鸭汤底制作完成。接着再来准备另一组香料配方。那么这组香料配方主要是起到增香以及去除冒菜杂乱食材的异味。同样，倒入没过香料的开水，盖上盖子密封泡发10分钟，由此来稀释香料当中的微微苦涩味。再用清水淘洗干净，装入纱布袋当中包扎起来。那么所有材料准备齐全过后，下一步进行汤底总成。首先在汤锅当中加入熬好的高汤10斤，再加入跟高汤呈1:20跟1:15的底料。烧开过后，转小火炖煮个15分钟，充分的煮出料渣香味，然后过滤掉底料残渣，以免影响口感。再调入美金汤8克的食用盐，底料自带盐分，所以一定不能调得太咸。美金汤鸡精、味精各3克，冰糖20克，用于中和掉汤中的微微苦涩味。美金汤鸡汁3克，再加入配好的香料包，将汤底烧开过后，保持是开微开的状态即可。下一步准备冒烤鸭来烤鸭1只，将其剁成大小不均的小块，这样能够使其冒得更加入味。接着打一个碗底调味料，鸡精、味精各1勺，花椒粉1勺，蒜蓉30克，芝麻酱20克，香油1勺，熬好的香辣红油2勺。最后加上2勺汤底，稀释化开过后备用。然后开始冒菜，冒菜食材没有任何讲究，什么荤的素的都可以冒。对口感要求高的食材，
可以进行单独烫制。在消毒剁好的烤鸭进行冒，冒的时间为2到3分钟即可。再放入调好的碗底调料当中拌匀。那么本就奇香无比的冒烤鸭会再添一丝色彩，然后淋入到盆子当中，最后撒上一把葱花香菜点缀。那么一道色香俱全的成都冒烤鸭正式制作完成。由于此视频涉及到的3用干货较多，所以建议您一定要收藏起来，以便于不时之需。最后尝上一口，浓烈的香味满口乱传，再加上入味又细致的烤鸭，所以尝上一口过后就根本停不下来。那么这味道就一个字形容：绝！